奴婢不配。谭松韵这一句冷笑，让刘学义悔到失声。一个让人心跳失控的现实系逆袭故事。坠落的开始。沈佳兰曾经是京都最被人羡慕的女子。她出身名门，父亲是朝中重臣，母亲贤良淑德，家族显赫。她自幼聪慧，眉眼含笑，行止端方，是京都贵女们争相效仿的典范。人们说，她天生就是为云端而生的女人。然而，命运总爱在最意气风发的年纪，给人最残酷的打击。一夜之间，沈家被诬陷通敌，全族抄斩。那一夜，大火烧红了天，她的世界也被吞没。她拖着伤痕逃出京都，从锦衣玉食到衣不蔽体，从尊贵千金到被通缉的罪女。最让人心寒的是那位曾许下白首不离的未婚夫林锦旗。灾祸初临，他便亲手送来退婚书，只一句话：林家不能被牵连。那一刻，他的心彻底碎了。可他没有死，他活了下来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活着，真相才有机会被说出。隐姓埋名，沦为丫鬟。他剪去青丝，换上粗衣麻布，化名兰香。从此，京都再无沈佳兰，只有一个卑微的三等丫鬟。第一次端盆子，她的手被滚烫的水烫起水泡；第一次扫院子，她被上等丫鬟嘲笑手白得像鬼；第一次在柴房睡，她冻得浑身发抖，却不敢发出一点声。她咬着被角流泪，那泪无声，却滚烫。谭松韵的表演在这一段几乎让人忘了她是在演。那种咬碎牙也不哭出声的坚韧，让人心疼到窒息。她演出了屈辱之下仍有骨的灵魂。人前低头，心中无惧。在林府，身份卑微的兰香常常被呼来喝去。她低头顺从，却从不真正屈服。别人看到的是一个沉默顺从的小丫鬟，没人知道她在默默观察，暗中记忆每一个可疑的细节。她不吵不闹，只等机会。被逼跪在雪地时，她眼底没有恐惧，反而闪着冷光。奴婢没错。一句话，干净利落。那一瞬间，她不是丫鬟，是被逼藏在灰烬里的凤凰。林锦旗的重逢。林锦旗仕途顺利，家族势大。他以为沈佳兰早已死在乱世，直到某天，他看见新来的小丫鬟兰香。她安静、倔强，眼神清澈又疏离。那抬头的神情，皱眉的细节，太熟悉了。他开始注意她，起初是疑惑，后来是不安。一次他被欺负，他出手相助；两次、三次，他自己都察觉出异样。他明明已经放下的人，竟在某个瞬间重新占据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他开始做噩梦，梦见那夜的大火，梦见佳兰的眼泪。醒来时，却看见兰香站在窗外，灯火映着她的脸，那么近，又那么远。真相揭开的那一刻，大雨滂沱的夜，他撞见她翻越旧账。他抬起头，烛光摇曳，泪光微闪。公子，还记得沈佳兰吗？那一刻，他呼吸几乎停滞。他伸手想摸她的脸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当初你退婚，我没怨，可你后来攀高枝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凉薄。他的语气没有歇斯底里，只有压抑的悲凉。那一刻，林锦旗终于明白，失去他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惩罚。追妻火葬场。从那天起，林锦旗开始了漫长的赎罪。他记下他爱吃的桂花糕，每天悄悄放在他门口。他护着他不被欺负，却被人嘲笑中了魔。他甚至在众人面前低声下气：佳兰，我错了。可他只是淡淡回了一句：错的不止你。那笑温柔又疏离。他不再需要怜悯，也不再需要他。隐忍中的成长。佳兰没有沉溺在仇恨中，他把痛化为力量，把伤口当作盔甲。他观察府中势力，利用微小的机会获取信任。他帮管事解决问题，逐渐被提拔。他暗中调查沈家旧案，拼凑碎片般的真相。他变得沉稳、果断。她不再是那个哭泣的千金，而是懂得如何藏锋、如何反击的女人。权力的重生。从三等丫鬟到总管，再到当家主母，
每一步都血泪铺成。当他第一次坐上主位，全府寂静，那些曾轻视他的人一个个低头。他没有得意，只是平静地说：“沈家的债从此由我来还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却让人心生敬畏。他用实力赢得尊重，用沉默压倒所有质疑。复仇与救赎。当真相终于被揭开，所有人都震惊。原来沈家被诬陷，是有人蓄谋。他拿出证据，当众让真相重见天日。仇人被绳之以法，他却没有选择报复。他说：“沈家的清白，我亲手夺回，但报仇并不能让我安心。”那一刻，他真正超越了仇恨。林锦旗跪在他面前，哑声道：“嘉兰，我欠你的太多。”他转身，泪落无声。爱情的灰烬与余温。复仇之后，他站在林府门口，看着初雪。他追出来，披着外衣，声音嘶哑：“嘉兰，我还爱你。”他回头一笑，淡淡地说：“我知道，可我已经不需要了。”这一幕让无数观众心碎。有时候，最狠的告别不是恨，而是平静的放下。他的笑像光，照亮了他自己的路，也照亮了所有曾被辜负的心。女性力量的觉醒。嘉兰的故事不只是复仇，而是觉醒。她不靠任何人施舍，不等待命运怜悯。她亲手重建家业，重新夺回尊严。她说：“命运若不公，那我就亲手改写。”这句话成了无数观众心中的信仰。谭松韵的演绎让人感受到，女性的力量从来不是咆哮，而是静默中坚韧的光，全员高光的群像。这部故事的力量不只在主角。郑和惠子饰演的林家小姐，从嫉妒到钦佩，最终与嘉兰并肩作战。李梦饰演的幕僚，暗藏心机，却在嘉兰的坚定前彻底崩塌。每个角色都活得真切，他们的痛，他们的挣扎，都像极了我们自己的人生。这不是童话，而是一面镜子。它照出每一个在现实中被逼得咬牙坚持的人。燃尽后的重生。沈嘉兰离开京都，重新创立家业。她不再是谁的未婚妻，而是一个独立、自强、清醒的女人。最后一幕，刘学义饰演的林锦旗独自站在老宅前，望着空院。他低声呢喃：“原来最远的距离，是我回头时，你已不在原地。”那一刻，观众无声落泪。所有的执念、悔恨、爱情，都在这一句里化为灰烬。沈嘉兰的故事，不是复仇的终点，而是重生的起点。感谢与互动。如果这个故事触动了你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你最心疼沈嘉兰的哪一幕？你最气林锦旗的哪个瞬间？或者，你是否也曾在低谷时咬牙走过？你的每一条评论都是这段故事的续写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真情故事，别忘了点个赞，留个言，让更多人看到从丫鬟到当家的奇迹。